日本嚣张至极，俄罗斯可不忍了。普京一张王牌打出，日本这次算是踢到铁板上了，活路还是死路，日本自己选。作为美国如假包换的小弟，在俄乌冲突后，自然是紧跟美国的步伐，对俄罗斯实行一轮接一轮的制裁。要知道，之前俄罗斯与日本的关系总体还算不错，日本对俄罗斯一轮轮的制裁，无疑是往俄日关系上插刀子，算得上是一种背叛了。俄罗斯作为一个战斗民族，自然忍受不了日本三番五次的挑衅，反击起来丝毫不含糊，不仅终止了俄日和平条约谈判，还把日本列入了不友好国家名单。虽然这些也就是挠痒痒级别的反击，但普京接下来打出的一张王牌，直接扼住了日本的咽喉。最近，普京签署了一项法令，设立一个新公司来接管萨哈林2号。要知道，萨哈林2号可是俄罗斯与日本合作的项目，其中俄罗斯天然气公司占股超过50%，日本两家公司共占比22.5%。现在，普京设立新公司接管萨哈林2号的消息一出，日本两家占股的公司股价立马下跌。日本作为一个岛国，石油和天然气都非常匮乏。日本的4%的石油和8.8%的天然气都来自俄罗斯，其中天然气几乎都来自萨哈林2号。如果日本两家公司被强行退出萨哈林2号项目，那么日本的天然气就将告急。据了解，因为缺气，夏天这么高的温度，日本有些地方却开始限电了。对于这种情况，日本又要怎么应对呢？前不久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回应称，日本会密切关注俄罗斯将对日本公司采取怎样的措施，并且会与俄罗斯进行沟通。还能沟通，就表明普京还是给日本留了一条活路的。要不要走，就看日本能做出多少让步了。要是再与之前一样对俄罗斯大呼小叫，受苦可是日本百姓，在3伏天要被热的大叫了。俄罗斯这次的反击也不像之前那样挠痒痒，而是直接精准打击日本软肋，一招制敌。如果普京这次打出的王牌还不足以让日本消停，那日本可能是忘记了俄罗斯的王炸还在手里，没有亮出呢。俄乌冲突发展到现在，我们都清楚的明白，虽然美西方国家援助乌克兰不假，但要是和俄罗斯正面刚，美西方国家也没有那个胆，真把俄罗斯惹急眼了，那可就是核战争了。核战争一旦爆发，全球都没好果子吃。如果日本还是不知好歹，天堂有路他不走，地狱无门硬要闯，那也别怪任课老师不客气。